最近，联大第2758号决议又被旧事重提。这个在1971年10月25号通过的决议，为什么在50多年后还是各方热议的焦点？通过现场又为什么会掌声雷动？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甚至激动到举起双手欢呼舞动。我们来具体看看这份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注意啊，这句话的关键是他明确了一件事：中国只有一个席位，只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那个被驱逐出去的蒋介石当时在哪里？就在台北。回到半年前的台北，在1971年4月23号，美国密使墨菲赴阳明山中山楼，与蒋介石讨论双重代表权。蒋介石秘密表示，在保留中华民国安理会席位的条件下，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存在于联合国当中。这段历史当时被定为绝对机密，但结果如何呢？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仅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承认它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还驱逐蒋介石的代表。和这个决议有关的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的提案，也是一个被否决，一个未获通过，这样才有了最终的第2758号决议。也就是说，决议明确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联合国收的中国会费，同样也算上了台湾的 GDP。决议通过后，知道大势已去的台湾代表被迫宣布退出联合国。联合国官方文件对台湾的称谓也随之发生改变，全都改为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也就是台湾，中国的省。这也是联合国的一贯立场。It means in terms of our standing on Taiwan as a province. 有人说这个决议没有提台湾，所以没有牵涉台湾，这就是在玩文字游戏了。就像我们在谈到美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时，也不会单独提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一样。联合国在承认台湾是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前提下，把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代表权和席位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际上，这个决议和此前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的精神是一致的。先看开罗宣言，全称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苏联同意后公开，强调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再看波茨坦公告，美英书中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当走投无路的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那一刻，台湾随之回归中国，这也正是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法律基础。